嘿，大家好，欢迎回到我们的频道。听说过煤气灯吗？想知道是什么梗吗？简单的说，煤气灯操纵是一种虐待，是一种操纵和心理控制。受害者会被灌输以真相为幌子的谎言和虚假信息，这让他们质疑自己的理智和信仰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操纵会变得非常复杂，以至于受害者再也无法识别什么是真实的。这支影片就来说说几个常用的施虐者可能用来控制别人的短语。一，你太敏感了。如果我们听到这句话，那就冷静地退出对话吧。要知道，自己并不是太敏感，而施虐者是利用这句谎言来让他们对自己的行为不用负责任。此外，这句话通过让对方认为自己的感觉是不合适的或错误的，来最小化自己的感觉，所以最终自己会感到内疚。二，我只是在开玩笑。大家可能都听到过这个短语，尤其是当有人故意说一些残忍的话时，这是典型的马后炮说法，这也是另一种让他们不用为自己行为负责的一种方式，这也有助于淡化对方的情绪，让对方对说出他们的行为感到不好。操纵者们用这个短语试图使残酷的评论正常化。三，这不是什么大事。这句话是操纵者用来否认错误的另一种策略，就像前面那句一样，这也是在试图通过贬低他们的虐待和最小化对对方的虐待，来正常化残忍和言语暴力。这也是一种明显的试图减少他们自己的责任，并把责任推卸到对方身上，且让对方负责，并理解这一点的伎俩。这句话的目的是让对方觉得不被重视、不重要。四，那是你幻想出来的啦。这是另一句经典的煤气灯表达，可能是唯一直接来自那部电影的话。这样说的目的是让对方失去信心，怀疑自己的理智。这是有效的，因为它使其他人与施虐者站在一边，并强调了陈述。特别邪恶的是，这一强调经常披着关心和担忧的外衣。施虐者可能表示出接近，表达出关心，同时忽略对方的情绪。他们可能会说，我告诉你这些只是因为我担心你，或类似的话。当这被表达为一种担忧时，就很难被看成是操纵了。五，我很抱歉，让你觉得我伤害了你。施虐者常用的一种策略是推卸责任，刚好这句话就是个例子。这种说法很聪明，因为它让对方觉得施虐者是在道歉。事实上，他们是在把责任推到对方身上。他们也会让对方觉得误解了他们，不公正地评判他们，他们还是喜欢对方的，或者是导致不良行为或不良关系的原因，结果让对方的自尊心受到影响，更加依赖施虐者。虐待，无论是言语上的还是其他形式的，都不该出现在任何关系中。如果看到或在经历煤气灯操纵，就大声说出来，让对方知道这是不对的。如果正与虐待做斗争，请向有资质的心理医生求助。你经历过煤气灯操纵吗？欢迎在下面评论区告诉我们，并与可能从中受益的人分享这支影片。记得点赞并分享给更多小伙伴，不要忘记订阅我们的频道并开启小铃铛，这样无论什么时候我们发布新影片，您都能收到通知。参考文献在资讯栏。感谢收看，多多保重，下支影片不见不散。